这是哪儿啊？快点闭嘴！被戈登兽发现你就死定了。看来我是穿越了，虽然听不懂他们说什么，但感觉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。哎呀妈呀！恐龙，这他妈给我干哪儿来了？恭喜宿主复活成功，新手奖励下发：古精灵语言和可以吓走戈登兽的震爆弹1枚，是否领取？太好了，是筒子姐，领取。首领出什么事了？烈风队长，是那个外来人救了我们，好像也是用的巫术。恭喜宿主完成，接下来任务是成为部落的新首领。首领，您不能死啊！外来者，这根骨杖，你拿着。他是个没有尖牙、没有利爪的孱弱野人，他连最弱小的野兽都打不过，怎么能拿首领的骨杖？这是自然之灵的指引。我可以救他，但是我要成为你们的首领，这是你们那个什么之灵的指引。你会说我们精灵的语言，你又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做我们的新首领？你在干什么？你给老首领吃了什么毒药？闭嘴，好好看着。我感觉力气回来了一些。首领活过来了！天哪，他真的救了首领！高成，你救了我，这骨杖交给你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青叶部落的大巫和首领。大巫，就算他用神奇的药救了您，可他到底是个外族人，他不懂我们精灵的生存方式。几个月后，外面冰天雪地，马上就要断粮了，他怎么带我们活下去？烈风，既然你不服，我们打个赌如何？打什么赌？到下一次满月出现之前，如果我能让青叶部落的每一个人不仅饿不死，还能天天吃饱肚子，这根骨杖我就名正言顺的接下。好，我跟你赌，到下次满月，如果你做不到，就算大巫护着你，你也必须滚出青叶部落。一言为定，但在这1个月里，所有人必须无条件服从我的命令。烈风，你能做到吗？只要你能带我们找到食物，这1个月狩猎队听你调遣。烈风，挑5个手脚最麻利的狩猎队成员，带上藤筐。木牙，你也跟着。高成大巫，我们去哪儿？去找能让你们吃饱的东西，就在部落附近的林子里。高成大巫，我感觉到了，这下面有一种你说的植物的根基，而且数量非常庞大，但我们从来不吃这种植物。就是它，烈风，动手开挖。这是什么果子？长在泥土里？别管那么多，全给我挖出来，装进藤筐里。有野兽！大西，抓到1窝长耳兽，虽然肉不多，但也够给受伤的族人熬点肉汤了。丁，恭喜宿主发现高产农作物与可驯化动物野兔。好，真是大丰收！走，满载而归，回部落。烈风，找几个手巧的族人，用结实的木头和藤蔓编一个笼子，把这些兔子全部圈养起来，每天派人去割仙草喂它们。大巫，这么肥的肉不吃，费力气养它们干什么？它们跑得那么快，万一跑了怎么办？跑不了，它们繁殖能力极强，只要养活了这几只，几个月后我就能让部落有吃不完的兔肉。谁敢偷吃一只，我扒了他的皮，听到没有？是，狩猎队保证把他们看得死死的。至于今晚的食物，就是这个。不，这东西不能吃。几年前，我们部落有人饿极了，从地里挖出这个东西吃了，结果当天晚上就上吐下泻，肚子疼得满地打滚，差点就死掉了。是啊，大巫，这个有毒，绝对不能吃啊！高成，你不是说要让我们吃饱吗？你就让我们吃这种毒药。毒药？我问你们，当初吃这个东西的人，是不是刚挖出来，擦了擦泥土就直接生吃了？是啊，我们都是直接生吃野果和根茎的。生吃当然会导致肠胃不适、上吐下泻，但只要把它用火烤熟，或者用水煮熟，它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顶级的美味，是能让你们填饱肚子的神物。高成，你恐怕还不知道吧？在荒野上，只有大巫才有资格掌握火种。可是我们的大巫现在受了重伤，根本无法施展召唤火焰的仪式。这些火把一旦熄灭，我们根本无法生活。大巫伤得很重，我们也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过一口热的食物了。只有大巫能生火。
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们守着宝山却要饿死。烈风，去给我找一块干燥的软木板，一根坚硬的直木棍，还有一团最干的蚁草来，快！他在干什么啊？哼，用木头搓木头，这怎么可能生出火来？快看，冒烟了！火，真的是火！没有仪式，没有法术，他竟然凭空召唤出了火焰，这是神迹！他不需要自然之灵的恩赐，他自己就能创造火焰。他真的是天选的大巫啊！大巫，大巫，太香了！我活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吃过这么暖和的东西。大巫，这土豆真顶饿，我感觉明天出去打猎，能一拳打死一头角羊。吃饱了就好好睡一觉，明天还有硬仗要打。嘿嘿。丁，部落初步解决温饱，凝聚力大幅提升，发布主线连环任务，扩充部落人数与领地。任务详情：寻找一处靠近水源、地势平坦开阔的新领地，并想办法吸纳至少30名新轻生川口。任务奖励：初级制陶大全，初级冶炼图谱，成就点加500。木牙在，大巫。你带上一些族人，今天继续去那片坡地，扩大挖掘范围，多挖一些土豆囤起来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是，大巫。昨晚大家都吃饱了，今天谁愿意替部落去跑一趟？寻找一块新的居住地。换驻地地？我们不是一直住在这里吗？这里地形狭窄，而且土豆早晚有挖完的一天。我们需要一块更广阔的土地，要求靠近干净的水源，地面平坦开阔，周围不能有太过密集的毒虫毒草。只要找到这样的地方，我们就能建起永远不怕风雪的房子。大巫，我去，我也去。昨晚吃的太饱了，我现在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。好，你们分成2组，朝着东西2个方向探索。天黑前必须回来汇报。烈风，带上你的狩猎队，今天我跟你们一起去打猎。大巫，这绝对不行！荒野深处危机四伏，您没有我们精灵的敏捷和速度，太危险了。万一您受了伤，我们怎么向全族交代？烈风，你昨晚答应过我什么？这1个月内，狩猎队无条件听我调遣，这是命令，不是商量。我跟你们去，不是去送死，而是去教你们什么是真正的狩猎。光靠你们拿着时髦去和野兽硬拼，部落迟早会把青壮年拼光。带路。是长毛刚宗兽野猪的踪迹，看着脚印的深度和蹭树的高度，这是一头正值壮年的公兽，起码有500-600斤重。它的獠牙能轻易刺穿最硬的树干。昨晚大家都有土豆吃了，今天没必要拿命去拼这种怪物啊！这巨兽一旦发疯，我们就算全上，也得死伤好几个。撤退吗，大巫？撤退？这么大一块肥肉，为什么要撤？肥肉？大巫，那是长毛刚宗兽。它皮糙肉厚，我们的时髦根本刺不穿它的皮甲。它冲起来就像一块巨石，撞到谁谁死。我知道它力气大，谁说要和它硬拼了？不硬拼怎么杀？用脑子。烈风，带着你的人去那个狭窄的通道中间，给我挖一个坑。挖坑？对，挖坑，有多加压多深，最好挖到2.5米以上。坑要陡，口子要大。都听大巫的，挖！大巫，挖好了，然后呢？然后把钝的树枝子深深地插进坑底的泥土里，尖头朝上。最后一步，伪装。烈风，现在带上2个跑得最快的族人，顺着脚印去把那头野猪找出来。找到它之后，用石头砸它，激怒它，然后用尽你们所有的力气往这边跑。记住，跑到这里的时候，从陷阱旁边绕过来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大巫、岩石、大树，跟我来！救命啊！这畜生跑得太快了！绕过去！这是神迹吗？这不叫神迹，这叫智慧。我说了，只要听我的命令，我不但能让你们吃饱，还能让你们不再流一滴血，就能成为这片荒野真正的主人。从今天起，青野狩猎队誓死追随高城大巫，誓死追随高城大巫。丁，恭喜宿主不流血狩猎顶级猛兽成功，奖励发放塑身体能加10，成就点加200。这就是体能和智慧加10的效果吗？大巫，您笑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加快速度，让族人们也高兴高兴。太阳还在头顶上，这么大，太阳还在这么……天哪，是长毛刚龙兽！狩猎队竟然就回来了。往常他们可是要到天黑才能带回几只长毛鼠啊！
这都是高城大巫的智慧。大巫只让我们挖了个坑，削了几根木头，这头蠢兽自己就撞死在里面了，我们连一滴血都没流。大巫，烈风首领，快来帮忙啊！怎么回事？我们按照您的吩咐去西边寻找新领地，结果在半路上遇到了他正在被几只疯狼围攻，我们用竹矛赶走了疯狼，把他救了回来。木牙，拿温水来。烈风，把昨晚剩下的烤土豆拿一个过来。你们是谁？别怕，这里是青叶部落。别怕，这里是青叶部落，我们救了你。求求你们，救救我的族人！我叫露水，是清水湖部落的人。慢慢说，你的部落怎么了？我们清水湖部落被烈火部落袭击了，他们人多势众，抢光了我们过冬的食物，还杀了我阿父，族人们死伤大半。我是和另外2个族人拼死突围，想去不远处的月光部落求助的。如果找不到人帮忙，清水湖剩下的族人今晚就会饿死、冻死在山洞里。烈火部落那群该死的强盗，平时就仗着人多到处欺负小部落，现在竟然直接下死手。你们既然到了清水湖部落附近，那里的地形怎么样？大巫，那里简直就是您要找的完美领地。清水湖部落的领地非常开阔，背后就是一道高高的悬崖，悬崖下有天然的巨大山洞，可以避风保暖，周围全是茂密的树林。最重要的是，悬崖不远处就有一个连着活山河的清水湖，水源非常充足。烈风，在，大巫，立刻召集部落所有青壮年，带上20筐我们昨晚挖的土豆，再切几10斤刚打回来的野猪肉，带上火把和武器。您愿意救我们？不是救你们，是帮你们。露水，你带路。今天我青叶部落管你们顿饱饭。真是块基建的风水宝地呀！族人们，我带人来救大家了。是露水，露水找来救兵了。木牙，带人去生火。烈风，把土豆和猪肉分发下去，先给重伤的精灵熬肉汤，动作快。食物已经发下去了，伤员也处理了，你们还在担心什么？高城大西，感谢您的食物，但是吃饱了这一顿又有什么用呢？什么意思？我们部落没有首领了，按照这片荒野的规矩，失去了首领的部落就……我还没有资格继承首领的位置。过了今晚，我们这些剩下的族人就会失去部落的庇护，沦为这片荒野上没有名字、任人宰割的野人。就因为这个，清水湖的族人们，听着，你们的首领战死了，但你们的血性还在，你们的领地被破坏了，但土地还在。从今天起，你们不用去当任人宰割的野人。我现在郑重宣布，我们所有人将在这里合并组成一个全新的、无比强大的青叶部落。跟着我天天吃饱饭、住暖房，把失去的尊严和食物全都亲手夺回来吗？愿意，我们愿意，我们愿意追随高城大师。大巫，大巫！这块地盘归我了，基建狂潮。丁，恭喜宿主成功迁移并绑定完美新领地，任务完成。奖励发放：高级基建技术大全，初级水泥制作技术，成就点100人，达成100人部落集工制里程碑。额外奖励发放：大型动物驯养技术大全，成就点+3。水泥，居然奖励了水泥制作技术，还有大型动物驯养。有了这2样东西，我不仅能盖起坚不可摧的城墙，那群野猪和荒野上的戈登兽，全都能变成部落的助力。烈风，去把部落里最擅长搭草棚垒石块的2个族人给我叫过来。是，大巫。大巫，您找我们。大树、岩石，你们看好了，草棚挡不住寒风，也挡不住野兽。从明天起，我们要绕着这片悬崖前方的平地建一圈城墙。大巫，石头垒起来的墙不结实，稍微大一点的猛兽一撞就塌了。所以，我教你们一种新东西，叫水泥。看到那种白色的石头了吗？你们带人去把它敲碎，放进火里高温乱烧，烧成白色的粉末，然后把这些粉末和河边的黄泥、细沙按照我说的比例混合，最后加上水搅拌。大巫，把石头烧成灰，再和沙子泥巴混在一起，这有什么用啊？大巫，我们虽然听不太懂，但只要是您说的，我们就死死记在脑子里。您说怎么烧，我们就怎么烧；您说放多少沙子，我们就放多少沙子。很好，死记硬背就行。今天下午你们就带着一部分族人去准备材料，明天一早我要看到第一批水泥浆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大巫，怎么了，露水？是伤口还疼吗？大巫，我害怕，烈火部落的人很凶残，他们要是知道我们不仅没死，还和青叶部落合并了，一定会再来抢夺的。大巫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去消灭他们，为我阿父和死去的自人报仇？露水，我知道烈火部落很危险，也知道你想为你阿父报仇，但这笔血债现在还不能去讨。大巫，
您是觉得我们打不过他们吗？是不想让我们的族人再去白白送死。他们刚刚抢走了你们过冬的食物，短时间内，那些食物足够他们消化一阵子，他们不会立刻再来。这就是我们发展的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建起高高的城墙，制造出更锋利的武器，种下吃不完的粮食，驯服荒野上的猛兽作为我们的坐骑。等我们把城墙建起来，等我们的狩猎队都骑上猛兽，等每个人都穿上最厚实的皮甲，到那个时候，如果烈火部落赶来，我就让他们有来无回；如果不来，我就亲自带队踏平他们的营地，让你亲手为你阿父报仇，不是去送死，而是以绝对的实力碾压。我明白了，大巫，我会好好干活，等着那一天。大巫，今天我们去哪个方向打猎？去抓长耳兽，还是去抓长毛刚鬃兽？今天不去林子，今天我们去河边。河边？大巫，河边除了水草就是石头，野兽都不在那里筑巢的，难道我们要？那是以前你们没有火，烤不熟，也没有工具，抓不到。但现在你们有我，都看好了。第一种工具叫鱼叉，水里的鱼很滑，用一根长毛刺很难刺中，但这种4股的鱼叉，只要看准了往水里一扎，鱼就跑不掉。还有第二种工具，去给我割一些最细最坚韧的青藤来，我教你们编渔网。看清楚绳结的打法，网眼不能太大，否则猎户会钻出去；铁不能太小，否则水流冲不走，网就拉不动。烈风、树皮，你们2个拿着网的2头。飞鱼，你带着几个拿着鱼叉的人去河的上游往下赶水。今天就让你们尝尝什么是真正的水里海鲜。下水，收网，两边一起用力拉。大巫，水里的东西力气好大，网快被扯破了。千万别松手，快到了鱼，拿鱼叉往水里扎，别让他们跳出去。上来了，拉上来！大丰收啊！这片原始水域从来没有被人类捕捞过，水里的鱼简直多得泛滥，而且因为没有天敌，个个吃得膘肥体厚，这完全是一座未开发的天然宝库。大巫，这长满硬片的东西真的能填饱肚子吗？是啊，大巫，这东西一肚子刺，肉又少，还有一股难闻的土腥味。我说了，以前你们觉得难吃，是因为你们不会做。别废话，赶紧把鱼抓进藤筐里，再下一网，今天我们的食物就足够了。这种角马兽跑得很快，我们以前都是从早到晚追逐一只落单的才会抓到一头。等着吧，早晚这些角马都是我们的。够了，收工回部落。大巫，等等，有味儿，还有喘息声。所有人放下藤筐，烈风准备战斗，过去看看。啊，大巫，您快来看，是一头疯狼。这头母狼应该是饿极了，想单独灭杀这头长角鹿，结果虽然咬死了鹿，但自己也被鹿角顶穿了肚子，他已经没力气了，白捡了一头长角鹿，还能顺手杀一头疯狼，狼皮可是好东西。等等，大巫，在原始时代，狼和狗是同源的，如果能把荒野上的疯狼驯化成看家护院的猎犬，不仅能大幅度提升部落的预警能力，还能协助狩猎。别杀他，如果不杀了他，等他缓过劲儿来，一定会咬死我们的。他缓不过来了，如果不救他，他今晚就会死在这里。找根结实的藤蔓，把他的嘴紧紧地捆起来，4肢也绑上，活着带回部落。大巫，这太危险了。对呀，我说了，把他带回去。从今天起，我要让疯狼变成我们青叶部落最忠诚的猎犬，顺便把那头鹿也抬上。我们走。大巫回来了！天哪，他们抓了一只活的疯狼！木牙，生火！今天下午，我都看仔细了，鱼鳞必须刮干净，否则吃起来会卡嗓子。然后从肚子这里劈开，把里面的内脏和黑膜全部掏出来洗干净，这是鱼腥味的来源。大巫，这真的是刚才那些滑溜溜的怪物吗？怎么这么香？香就对了，尝尝。但是记住，鱼肉虽然鲜美，但里面有细小的骨醋，吃的时候绝对不能狼吞虎咽，必须小口小口的吃，把鱼刺吐出来。听明白了吗？大家快动手烤鱼啊！你们记得把吃不完的鱼都烤成鱼干。大树、岩石，过来一下。水泥的材料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回大巫，石灰石已经敲碎了很多，正在用大火烧着呢。很好，你们看，我们现在吃东西，要么烤，要么直接放在火里烧。但如果要熬肉汤，
或者把水烧开喝。石锅太笨重了，传热也慢，所以我要教你们一种全新的技术。看清楚了，先把它揉成一个圆球，然后用大拇指在中间摁一个坑，剩下的手指贴着边缘，一点一点往上挤压、旋转。哇，大巫，您的手就像有魔法一样，泥巴竟然能变成这么好看的形状啊！这叫手捏法，最基础的制陶工艺。你们俩也来试试。把口子用泥巴封上一半，留出进气口。点火，给我往死里烧！没有我的命令，火绝对不能灭。是，大西。大巫，今天下午我们去干什么？再去捕？今天不捕鱼，今天下午我要你们把这片平地上的草和树全部烧光。这可万万使不得啊！为什么？大巫火势是无情的，荒野上的野火一旦烧起来，就会像发疯的猛兽一样吞噬一切，不仅会把周围的猎物吓跑，万一风向一变，连我们背后的山洞和清水湖都会被大火包围啊！是啊，大巫，树和草烧光了，我们以后去哪里摘野果啊？烈风，我问你，你们是想一辈子靠去林子里摘酸涩的野果，冒着生命危险去和猛兽搏斗换取食物，还是想每天都能吃上昨天晚上的烤土豆？那当然是想吃土豆，可是这跟放火烧荒有什么关系？因为我要种地。这片土地虽然平坦，但长满了杂草和倦木，土豆的种子种不下去，只有用火把这些没用的杂草烧光，才能清理出干净的土地。而且杂草和树木烧成的灰烬是这世上最好的养料，只要把灰烬翻进泥土里，我们种下去的土豆就会长得比以前大1倍，数量多10倍。只要把这片地烧出来，种上粮食，从今往后，无论是大雪封山还是兽潮过境，我们青叶部落的仓库里永远有堆积如山的食物。你们的女人、孩子再也不会因为饥饿而死。告诉我，这把火该不该放？大巫说能种出食物，就算把整片荒野烧了，我们也干！干了，大巫！从悬崖脚下开始，一直到距离清水湖300步的地方，以那棵歪脖子树为界，圈出大概50亩的平坦土地。烈风，你带人这50亩地的边缘，给我挖出一条1米宽、没有半根杂草的沟壑，这叫防火带，必须清理得干干净净。只要有这条防火带，火就烧不过界。明白。大巫，防火链清理完毕，确认安全。好，点火！这片土地真的要变成粮仓了。好极了，这可是最天然的牙肥。咦，这是什么？好大的天然陷坑！我们领地边缘竟然有这么危险的地方。大巫，您看什么呢？烈风，这附近有没有一种头长着独角、4条腿，跑起来像风一样快的？您是说弯角骤马？有啊，这片树林的另一边就有一大群角马，它们经常成群结队的去清水湖的下游喝水。角马？真的是角马？大巫，您笑什么？那种弯角兽跑得极快，而且成群结队，我们根本追不上，也抓不到啊！我为什么要追？烈风，通知狩猎队，明天不用打猎了，带上所有的石镐和木材来这里。大巫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给这群角马造一个家，明天我们套角马。大巫，高城大巫，怎么了，木牙？大清早的这么慌张？是那头风狼，大巫小心，它才生了崽，护犊子的野兽最凶了。把毛收起来，别吓着它。吃吧，你刚生产完，需要补充体力。天哪，他竟然主动亲近大巫！荒野上最狡猾、最记仇的疯狼，竟然对一个人类低头了。万物皆有灵，我们救了他的命，他现在是个母亲，他知道谁能保护他的孩子。烈风、木牙，你们记住，从今天起，他们不再是敌人，他们是我们青叶部落的狗。等这4只小崽子长大，他们会成为部落最忠诚的野。大巫，成了，真的成了！大巫，您看。好，没有裂纹，烧透了。大巫，这泥巴真的变成了像石头一样硬的东西。我刚才往里面倒了水，一滴都没有漏出去，泥巴竟然不怕水了。谢大巫教导。别急着谢，这只是第一批。露水，你过来。大巫，
你有什么吩咐？你带着部落里的女人去把那些长条的植物割过来，然后用手把它们搓开，揉成粗长的绳子，这叫麻绳。麻绳？大巫是要用来捆木头吗？我们平时用的藤蔓藤蔓太脆，容易断，不够长。我要你们搓的麻绳必须有这么粗，而且要尽可能长。今天中午之前能搓多少搓多少，搓得越多越好。是大巫，女人们都跟我来，大巫交代任务了。我们要那么粗的绳子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去干一票大的。走，带上所有的男人和石铲，跟我去昨晚那个大坑。烈风，带人去砍树，顺着这条斜坡的两侧，给我钉下2排最粗的木桩。木桩的间距外面要像湖面一样宽阔，越靠近斜坡入口就要越窄。最后，在斜坡的入口处，只能留出刚好容纳2头巨兽并排跑进。大巫，我明白了，我终于明白您的想法了。哦，你明白什么了？您是想把那些弯角兽全都赶过来，他们只要跑进这2排木桩中间，就会顺着越来越窄的通道，直接捅进这个大坑里。这个坑这么深，他们一旦掉进去，大巫，您这是要把那群角兽全抓住啊！天哪，那个角马群可是有上百头啊！大巫大贤啊，上百头弯角兽，这可是足够我们整个部落吃上大半年的肉啊！有了这么多肉，我们这个冬天可以天天躺在洞里睡大觉了。哎呦，大巫，我难道猜错了吗？猜对了一半。那么强壮的角马，杀了吃肉，简不吃肉，那抓他们干什么？我要他们给我们干活。这么大一片地，靠你们几十个人的手去挖，要挖到什么时候？只要把他们驯服了，他们就能替我们拉犁耕地，能替我们运送石头，甚至能让我们的狩猎队骑在他们背上，成为真正的角马骑士。拉东西当坐骑。行了，别发呆了，干活。是，大西。进去了，领头的进去了。停止去！哈哈哈哈！大丰收啊！40多头大兽，还有10几头小兽，我们部落以前1年也打不到这么多猎物啊！行了，别光顾着高兴了，干活！听清楚我的规矩，坑里那些成年的大角马，野性已经定型，根本无法驯化，而且它们摔得太重，全都做成肉干当过冬的储备粮。至于那些小角马，它们是部落未来的劳动力和坐骑，谁也不准伤它们一根汗毛。我们要轮流把它们驯养起来。大巫，这坑这么深，我们怎么把它们弄上来？你们今天上午搓的麻绳是用来干什么的？露水，把粗麻绳拿过来。拉！快抓住他！就用这个办法，先把活的小角马全部拉上来，送到我们在湖边新圈好的马圈里，好生照看。是，大巫。丁，恭喜宿主成功捕获并圈养大型草食动物，任务完成。奖励发放：反鞠躬的制作工艺图谱1 ，50公斤极品细盐1，成就点加300。反鞠躬，细盐，这东西比黄金还要珍贵。40多头角马，好几万斤的肉呢。50公斤盐听起来多，但如果要长期腌制肉干，估计也就是勉强够用。虽然说少了点，但也算是解了燃眉之急了。烈风，你过来。大巫，您找我。大巫，这肉太多了，我们马上就生火烤肉吃。吃，那么多肉，你一顿能吃多少？剩下的如果放坏了，岂不是全浪费了？大西，那怎么办？以前我们打的猎物少，1、2天就吃完了。这么多肉，天气一热，2天就会发臭长虫子的。打开看看。这么白，这么细是盐，是最高级的盐，一点苦涩味都没有。大巫，您是从哪里变出这么好的盐的？这是自然之灵的上赐。烈风，听好了，我要你们把这些马肉全部切成肉条，然后均匀的抹上这些细盐，最后挂在通风的地方风干，这样制作出来的肉干，哪怕放上一整个冬天都不会坏。风干肉干，大巫大贤啊！有了这些肉和盐，我们青叶部落就是荒野上最富有的部落。先别急着激动，在分割马肉的时候，告诉即将把马腿上的筋，还有之前那头长角鹿的鹿筋，完整的给我抽出来，一根都不许弄断。马筋和鹿筋，大巫，那东西又硬又咬不动，留着干什么？咬不动，但是有弹性。我要教你们制作一种新的武器，只要把这些坚韧的兽筋经过处理，绷紧在有弹性的木梢上，
就能做成弓箭。有了它，你们的狩猎队不需要靠近猎物，就能在100步之外直接洞穿猎物的心脏。如果烈火部落再敢来，这种武器就是他们的催命符。100步之外杀敌，大巫，这武器太可怕了！大巫，我现在就去抽筋，您今晚就教我做吧，我今晚不……饭要一口一口吃，路要一步一步走，肉要是放臭了，你们冬天吃什么？先带人去把肉干腌好，风干了。弓弩的制作工序复杂，受精还需要时间晾晒处理，急什么？是大西，我太心急了，我这就带族人去腌肉干。太好吃了，有盐的肉才叫真正的肉啊！大巫赐予的盐简直是人间美味。大一，烈风首领，有情况，外面来了10个外族人。外族人？是烈火部落那帮强盗吗？好像是月光部落的人，他们没有带长矛，每个人背上都背着很大的藤筐，看样子像是来做交易的。来做交易的？我们青叶部落现在什么都不缺，就缺好东西。既然是客，那就见见吧。烈风，带几个兄弟去门口把他们请进来，记住，别拔武器，但也别弱了我们新青叶部落的气势。哈哈，月光部落的兄弟，大巫有令，请你们进去说话。大巫？这里什么时候有大巫了？自然之灵啊！我看到了什么？那是弯角兽的肉，这么多！天哪，他们是杀了一整个兽群吗？月石大叔已经和青叶部落合并了，是高城大巫救了我们，我们现在天天都能吃饱肚子。高城大巫？就是我。人类怎么可能成为精灵的大巫？欢迎来到新青叶部落。听说月光部族的朋友是来做交易的，不知道你们带来了什么好东西？大西，我们带来的东西太寒酸了。没关系，拿出来看看。只要是对部落有用的东西，青叶部落都不会拒绝。这是我们好不容易打到的毛鼠，还有这些是我们月光部落特产的驱蚊草，点燃后可以驱赶荒野上的毒虫。我知道这些东西根本换不到食物。这2个孩子，他们的父母在抵抗兽潮时战死了。我们部落现在的食物连成年人都养不活，更别说孩子了。大巫，我求求您，我不要别的，只要您能收留这2个孩子，随便给他们一口残羹问饭，别让他们饿死就行。我们月光部落的这点东西全都白送给您。月石大叔，你错了，在我青叶部族，孩子永远是部落最宝贵的未来，而不是用来交易的货物。大姨，您的意思是您不肯收留他们？这2个孩子我收下了，但他们不是奴隶。从今天起，他们就是我青叶部落吃大锅饭的正式族人。至于这些驱蚊草，非常实用。马上天气转暖，部落正需要大量的驱蚊草来防止疫病。这是一笔平……在大巫去切100斤上好的风干角马肉，拿50条风干大鱼，再装满一陶罐今天刚挖出来的新鲜土豆，全部给月光部落的兄弟们装上。大巫，您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我们这些破草怎么可能换那么多食物？这不叫换，这叫互相帮助。月石大叔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盐，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纯净、一点苦味都没有的盐？这叫极品细盐，那个叫陶器，是用火烧出来的泥巴。原来是客，交易的事情不急，烈风上菜。今天晚上让月光部落的兄弟们尝尝我们青叶部落的手艺。太好吃了！我这辈子没喝过这么热、这么香的汤。这肉居然咸味刚好。高城大巫，这几只毛鼠我们不要了，驱蚊草我们也不要了。我们恳求大巫，让我们月光部落也加入青叶吧。加入青叶就要守我高城的规矩。我确定，只要能让族人们吃上这么热乎的汤，哪怕让我去给角马垫脚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我明天一早就回去，把月光部落直到剩下的50多个族人全部带过来，只求大巫收留。好，明天我派青叶狩猎队亲自护送你们。从今往后，只要有我高城一口肉吃，就绝对少不了一口汤。月石大叔，我听露水提起过，你们月光部落原本是个有70多人的中型部落，为什么今天你却说部落里只剩下50多人了？大巫，本来我们部落靠着采摘草药去交易，加上虽然吃不饱，但也不至于饿死人。可是就在几天前，烈火部落的那群强盗突然闯进了我们的营地，他们不仅抢光了我们准备过冬的所有食物，还打死了我们几个反抗的青少年。最可恨的是，他们还强行抢走了我们部落里2个刚满10岁的孩子，说是要带回去给他们当奴隶干苦力。什么？这群畜生抢食物就算了，连孩子都不放过！你们有70多人，他们既然只是来劫掠，人数肯定不会倾巢而出。你们为什么不反抗？反抗？大姨，我们拿什么反抗？
烈火部落的那些人不仅长得比我们高档强壮，最可怕的是，他们的首领竟然驯服了一只戈登兽。就因为一只野兽，你们几十个人都不敢动。戈登兽是这片荒野上最让人……它不是用4腿走路的，而是用2条粗壮的后腿直立奔跑。它的前肢很短，但爪子比石刀还要锋利，尾巴像铁棍一样粗，跑起来的速度比风还要快。2足直立行走，前肢短小，后肢粗壮，速度极快，这不就是迅猛龙吗？迅猛龙？你继续说，就算它再厉害，也只有一只。你们几十个人拿着长矛，难道还怕它一只？大一，如果只是一只，我们拼了命也许能换掉它，但真正让我们绝望的是几个月后的戈登兽潮啊！兽潮？每次大雪封山，冬天来临之前，荒野深处的戈登兽就会成群结队的跑出来。他们非常聪明，知道冬天找不到吃的，几十上百只戈登兽组成的兽潮会把他们看到的一切活物全部撕碎。我们以前遇到兽潮，只能提前爬几十米高的大树上躲着，要在树上硬生生熬过好几天。大巫，您想啊，以前我们躲在树上，熬过去之后还能下树找点存粮。可是现在，烈火部落抢光了我们的食物，还杀伤了我们的族人。就算我们不被烈火部落打死，几个月后戈登兽潮一来，我们在树上没有吃的，最后也只能活活饿死、冻死啊！我明白了，你们放心，既然加入了青叶，不管是烈火部落还是什么戈登兽潮，都动不了你们一根头发。月氏大叔，今晚你好好休息，明天天一亮，你就带着今天给你的食物回去，把你们月光部落的所有人一个不落的全都给我带过来。是，大巫，我天没亮就出发。烈风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明天一早改变计划。大一，对不起，我们昨晚试了3次，把您说的白石头烧成灰，加水和沙子混合，不仅没有变得像石头一样硬，反而全裂开了。失败了，不是你们的错，是温度不够，还有沙水比例不对。大树，加柴火，必须用最大的火，把这石灰石彻底烧透。岩石，去河边挖最细的河沙，把里面的杂草和小石子全部筛掉。记住，水不能一次加多，要边加边搅，直到它变成这种粘稠但又不会往下滴水的泥浆状。等它干。天哪，连在一起了！大巫，成功了！烂泥巴真的把石头咬死了。这就是水泥。从今天起，除了留下10几个人出去打猎和挖土豆，部落里剩下的所有劳动力全都给我来烧石灰。大巫，您说要把这马筋绷在竹子上，可是这竹子太硬了，一用力弯就断啊！谁让你直接硬掰的？竹子要用火烤软才能定型，而且单层的竹片弹力不够，容易折断。我们要用2层，甚至中间用熬制的鱼胡椒粘合，再用细藤蔓死死缠住。听好了，今天不许休息。我要你们赶在天黑之前，至少给我做出30把像样的弓，并且削出300根尾部带有鸟羽的竹箭。大巫，你要这么多武器干什么？我们现在不去招惹猛兽，防御也够了吧？防御？我高成的字典里从来只有主动出击，没有被动吃岛。感知武器，今晚有大用。大巫，有了这东西，就算是长毛刚宗兽，我们也能在远处直接射死它。大巫，是月石大叔回来了。高城大巫月光部落全族54人全都在这里了。你在我青叶不兴这一套，带人上大陶锅，把最肥的马肉先让月光部族的兄弟姐妹们吃饱再说。是，大巫。族人们都安静。月光部落的兄弟们，欢迎你们加入青叶。从今天起，这里没有月光，没有清水湖，只有唯一的一个名字——青叶部落。只要进了我青叶的大门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有我高城一口肉吃，就绝不会让你们喝汤。但是我的规矩只有一条：绝对的团结，绝对的服从。谁敢在部落里挑起内讧，违抗命令，我立刻把他驱逐出荒野，让他自生自灭。谨遵大巫法旨，绝不背叛青叶。很好，月石告诉我，烈火部落抢了你们的食物，杀了你们的族人，还掳走了你们的孩子去当奴隶。我们青叶部落从来不主动欺负别人，但也绝不忍任何人欺负我们的族人。他抢我们的粮食，他抓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就踏平他的营地。烈风，把今天做好的30把反曲弓全部分发给狩猎队最精锐的战士。遵命。所有人今晚放开了吃，吃饱喝足，回去给我好好睡一觉，养足精神。明天太阳升起之前，全军出击，跟我去端了烈火部落的老巢。大巫，前面穿过这片松树林，就是烈火部落的营地了。这种防御意识，简直就是活靶子。烈风，你带2个老猎手摸过去，不要弄出任何动静，把那2个放哨的解决掉。记住，要快。大巫放心，全体都有，弓箭手呈1字散开，上箭，拉满。滴血，有滴血，快起来，拿武器！都别慌，给我拿上长矛，他们躲在树林里，给我冲过去！大巫，他们要冲过来了。冲得过来吗？第2轮放。混蛋，
他们用的是什么怪物武器？跟着我冲，哪怕死也要拉他们垫背！大巫，距离只有50步了，先把冲在最前面的那个大个子给我放倒。族长死了！干他！快跑啊！那是魔鬼的武器，根本打不到他们。战斗结束，全体冲锋，不要放跑一个。愿意投降的留活口，敢反抗的就地格杀。大巫，我们在冲锋的时候，有几个刚加入不久的年轻族人冲得太快，天太黑没看清，被躲在暗处的敌人用骨矛掷中了，有3个兄弟没救回来。任务完成，奖励发放20狂急弓，黑火药制作图纸1份，体能加10，智慧加10，成就点加800。黑火药，大巫，有重大发现！刚才我审问，除了在这里缴获的大量干肉、兽皮和长毛外，他们竟然还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慢慢说。他们说，在领地背面的一座荒山里，有一个天然的盐矿洞，他们之前用来交易和腌肉的粗盐全是从那里挖出来的。但是大巫，有个麻烦事，他们说那个盐矿的入口隐藏在一个非常隐蔽的岩石缝隙里，入口极其狭窄。那他们是怎么挖出来的？难怪部落这群要抢走我们部落的那2个孩子，他们是把那些瘦弱的孩子抓过来，逼着他们钻进那个狭窄的洞口里去当苦力挖盐呢。烈风，在，立刻带上几个最机灵的兄弟，让俘虏带路，我要亲自去看看那个盐矿。大巫，就是这里了。这石头硬得很，我们的石镐根本砸不动。难道以后只能让孩子们？洞口太窄，进不去。呵呵，今天大巫我就教教你们，什么叫定向爆破。烈风，带着所有人退到100步开外的那块大石头后面，捂住耳朵，张开嘴巴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探出头来。大巫，您放个冒烟的火绳进去干什么？那能把石头烧坏吗？缩回去，捂住耳朵。别慌，都起来。大巫，这也是您的智慧。走，去看看我们的新大门。烈风，挑10个最稳重的族人，从今天起专门负责在这里开采盐矿，挖出来的盐块统统运回清水湖加工。另外，砍些带刺的藤蔓和灌木，把这个洞口给我伪装起来。这是我们部落的最高机密，谁敢泄露半个字，杀无赦。遵命，大巫。大豆和玉米，大豆不仅能榨油，还能做豆腐，补充蛋白质，还能肥地。飞宇，在。大巫，你脑子活络，嘴皮子也利索。我给你挑15个机灵的族人，你们每人骑上一匹驯化好的独角马，带上足够的肉干、陶器，还有细盐。从明天起，你们就是我青叶部落的第1商队。每次月圆之夜必不商队。大叔，我们带这么多好东西，是要去别的部落换什么吗？换东西是次要的，你们的主要任务是给我去吹牛。告诉那些还在挨饿受冻的小部落，就说我们青叶有吃不完的肉，用不完的细盐，有不怕风雪的砖房，还有能在100步之外杀敌的魔鬼武器。告诉他们，谁要是活不下去了，只要愿意守我高城的规矩，青叶部落随时欢迎他们来投靠。大巫，您这是要兵不血刃的把那些小部落全都吸引过来啊？您放心，吹牛这件事儿，我飞宇最在行。去准备吧，注意安全。遇到大部落不要硬拼，骑着独角马跑就是了。得嘞。烈风，你挑20名手持反曲弓的精锐战士，烈火部落欠我们的血债，就用他们的汗水来还。从今天起，让他们去给我砸石头和水泥，砌城墙。大巫，要是他们敢偷懒或者逃跑呢？不听话的鞭子伺候，敢逃跑的直接射杀。但是只要他们老老实实干活，每天的土豆和肉汤管够，绝不许克扣他们的伙食。我青叶不依不肯干活的劳力。3年，只要他们老老实实建3年城墙，3年后我准许他们脱去俘虏的身份，成为青叶的平民。有肉汤喝，只要干活就不会死，3年后还能当平民。大巫仁慈，我们愿意干活，我们一定把城墙垒得结结实实的。很好，带下去。木牙，大巫，我在。你立刻去部落里挑选51最细心、把你面前这2个麻袋里的种子全部种到我们昨天烧过的那50亩荒地里，是能让我们部落永远不挨饿的神物。种下去之后，你要利用你木属性觉醒者的能力，每天去感知它们的生长状态，能不能让它们在冬天来临之前大丰收，就看你的了。大巫放心，木牙就算每天睡在地里，也一定会让这些神物长得壮壮的。大巫，您快看啊，这玉米棒子比我的手臂还要粗。粗略计算，光是玉米和大豆就有几万斤，加上这些风干的肉和打来的鱼，就算这个冬天再长，雪再大，我们青叶部落也绝对吃不完。
丁，检测到部落人口通过商队吸纳已正式突破300人，达成富足的繁荣部落成就。任务发抗寒小麦种子200斤，优质水稻种子200斤。小麦和水稻，大巫，飞羽他们回来了！开城门！大巫，商队幸不辱命，在入冬前赶回来了。这次我们又沿途招募了30多个活不下去的流浪精灵。干得好，飞友，你和商队的兄弟们辛苦了。赶紧去喝口热汤。大巫，先不急着喝汤。这次回来，我们在荒野上捡到了一个大家伙，您看，他叫大兽，人如其名，简直就是头野兽。大巫，我们在100里外的黑岩谷发现他的，那时候他正一个人拿着根粗树干，在跟3头疯狼拼命。我们用弓箭帮了他一把，才把他救下来。他原来也是一个几十人小部落的族长，可是前几天他们部落遭遇了戈登兽的提前袭击，部落全毁了，族人全被吃了，就剩下他一个人拼死逃了出来。他听我们在荒野上吹嘘，哦不是宣传，说青叶部落有吃不完的食物，有高高的城墙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说听说您不怕戈登兽，所以他愿意加入我们，只求能给他的族人报仇。你真的不怕那些跑得极快、长着利爪的魔鬼戈登兽？放肆！怎么跟大巫说话的？我不怕什么戈登兽，不仅不怕，我还要把他们的皮剥下来做成皮甲，把他们的牙齿拔下来做成箭头。好，我大寿命是你的人救的，只要你能带我杀戈当兽，给我死去的亲人报仇，你让我撕碎谁，我就撕碎谁。起来，大寿，去摸摸那面墙，看看我们青叶部落有没有给你报仇的底气。如果我的部落也有这样硬的墙，如果我的族人也能吃饱肚子，有力气战斗，他们就不会被那群敌人撕碎了。哪怕只有这样的一堵墙啊，我的孩子就不会死了。你的部落没了，我很遗憾，但从今天起，这面墙也是你的墙，这里的食物也是你的食物，青叶就是你的家。吃饱饭，拿起武器，把你的力气留着，等到那群畜生赶来撞我们这面墙的时候，我要你冲在最前面，亲手把他们的脑袋给我砸碎。我大寿发誓，只要有我在，没有任何一头野兽能跨过这道墙。好，烈风，带大兽下去洗干净伤口，敷上草药，给他拿最好的马肉，让他吃个够，然后给他找一把最重、最坚硬的石斧。是，大巫。大巫，您看。下雪了。大巫，风里有很浓的血腥气，还有地面的震动声。让所有人拿起弓箭和武器，上城墙！嘎登兽潮来了！老人和孩子退进山洞，没有武器的平民去搬运石头和箭矢。所有弓箭手上城墙，快快！大巫，您看前面。稳住！看看你们脚下的城墙，看看你们手里的武器，他们冲不上来。所有人听我口令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放箭。500步，300步，就是现在，放箭！好，大巫的武器太厉害了！别停下，继续射！大巫，他们速度太快，箭雨压不住了。压不住，那就让他们尝尝我们准备的大礼，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雷霆之怒。大兽在，看到下面的壕沟了吗？把这几个火药包点燃，用你最大的力气给我扔到兽群最密集的地方去，给你的族人报仇！你们给我死！大巫小心，滚下去！滚下去！大巫，我大寿的仇报了。从今天起，青叶就是我的命。好样的，你保护了族人，这是你应得的荣耀。
丁，恭喜宿主以零伤亡的完美战绩，成功抵御顶级掠食者兽潮，达成隐藏成就文明的坚壁。任务奖励发放：高级骑驾鞍具制作图谱，龙兽驯化专精术。大巫发财了，底下还有10几头活的怪物，这肉要是全做成肉干，我们部落又能多出好几个月的存粮了。我这就带人下去，用长矛捅死他们。龙兽驯化专精，骑家作具，这系统简直就是瞌睡了送枕头。杀什么杀？你脑子里除了肉干还有没有点别的追求？看看他们那粗壮的后腿，看看他们那比风还快的速度，在荒野上，谁掌握了速度，谁就掌握了生死。我要留着他们，用我们驯化独角马的方式，把他们全部驯化。你们不是觉得弓箭厉害吗？如果有一天你们能骑着这些像龙一样的猛兽，手里拿着反曲弓，在荒野上疾驰冲锋，谁还能挡得住你们？大巫，您是说让我们当怪物的骑士？不叫怪物，从今天起，他们有了新的名字，而你们将成为这片荒野上第一批让所有敌人闻风丧胆的龙骑士。大巫，这些地龙怎么处理？要不要现在就用麻绳套上来，开始熬营？不急烈风，找几个力气大的，套一只体型最小、看起来最激亮的地龙上来。好嘞。大巫抓上来了，怎么弄？先饿他3天。松开绳子，把他放了。大巫，这放了他，放了他。大巫，这大巫的意思是放长线。这昨晚受了惊吓，一旦放开，肯定会不顾一切的逃回老巢。大巫是想找到他们的老巢，把剩下的地龙一网打尽。脑子转得挺快，没错，野兽都有归巢的本能。这10几只虽然不错，但还远远不够装备我们未来的龙骑士军团。大巫，我请求带队追踪，雪地里会留下清晰的脚印。我大兽从小就在这片荒野上追踪猎物，只要他敢跑，我就一定能摸到他的老巢。你带3个身手最好的老猎手远远跟着，记住，千万不要打草惊蛇，摸清数量和地形就立刻回来汇报。遵命。大巫找到了，在往北大概30里的一处避风峡谷里，那是一个天然的地下人洞，外面被厚厚的枯树枝挡着。我悄悄摸过去看了一眼，里面密密麻麻全是最少有大部分都是青壮年。去挑200斤最新鲜的角马肉和野猪肉来，切成大块，装进藤筐里。拿新鲜肉干什么？我们要去喂他们吗？对，就是去喂他们。系统，兑换强效塑药，要能放倒大象那种剂量的。走。好臭！大巫，这能行吗？那可是50多只凶兽啊！万一他们扑上来……放心吧，他们现在连抬眼皮的力气都没有了。这就是大巫的神仙粉，兵不血刃，这就叫智慧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趁他们病，要他们命啊！不对，是套他们脖子，用麻绳，3个绑一组，全都给我牵回部落去。恭喜宿主。这片大陆的规矩，是时候由我青叶部落来。